沈怀章贪赃赈灾淫，罪证确凿，念其昔日威功，免死。沈氏全族即日流放武陵大雍县，永不得返京。我本就不是这个时代的人，大雍。你劝他干什么？好像雍城这地带离了他就不转了一样。老子跟你说话，你听到没有？你胡说！沈专干是国家农业技术博士，带领我们刚做的这批项目，农业收益就抵得上你那破项目1年的2倍。沈专干，你怎么了？武陵大雍县，好家伙，这哪里是流放，这简直是老天爷一脚把我踹回家。我爹没有贪墨，这是冤案。圣旨已下，谁敢抗旨？沈二小姐，你可有听懂圣旨的意思？公公，我听懂了。奇怪，咱家刚刚明明看见沈二小姐在人群中偷笑来着，难道是听到圣旨内容疯魔了？咱家祝沈大人一路好走。二妹妹，你千万要保重，哭的可真假。妹妹听说大雍县毒虫猛兽特别厉害，外上人去了，10个里有8个都熬不过第1个夏天。如果不是我知道我父亲这桩贪赃案和他有极大的关系，我差点都要给他颁个年度最佳白脸奖。我该要好好感谢你才是。要不是你，我这一辈子就会困于内宅，一身本事无处施展了。堂姐放心，我这人命硬，虫越多的地方越适合我。沈家罪犯，快点，磨磨蹭蹭。来了，官爷。他怎么开心成这样？真惨啊！沈家这回完了，造孽！大雍县那地方蛇虫遍地，瘴气能熏死人。这二姑娘生的那般好看，可惜了，怕是要死在荒山里。死在荒山，落在不懂经营之人手中，那叫荒山；可若是落在我手中，那便是实打的资产。新兰，别怕，到了大雍县，哥哥就算饿死，也会把最后一口饭留给你。哥，大雍县也没有他们说的那么恐怖。原主的父亲是户部清流，半生清正，如今被扣上贪墨赈灾淫的罪名，比杀了他还难受。爹，您信我吗？爹自然信你。那您到了大雍县以后，先别急着伤心，因为我们可能会很忙。看见没有？前面是武陵山，里面充满了浓浓的瘴气。过了今晚，能不能活着醒来，全看你们命硬不硬了。原来我家乡以前是这个样子，好，大干一场，振兴家乡。哥，今晚别睡太死。有危险？不，有生意。有生意？新兰，你坐这儿。我哥虽然现在没什么用，但态度端正，属于可以培养的员工。父亲他还没缓过来，我劝不了，人总要自己重新站起来，几句鸡汤是没用的，得靠事情。比如，先让全家今晚别被潮气和蚊虫折腾。你去哪儿？去采点草。站住！怎么，沈二姑娘嫌命长，想进山？只是在路边采些草，给家人驱虫。别走远了。好的，野外采集范围已开放，谢谢 NPC 提醒。这不就是我要找的艾草、香楸、佩兰？果然还没开发过的地方，宝贝就是多。新兰，你怎么认得这些？书上看的。哪本书？南方药用植物栽培技术。告诉你，你也不知道啊，一些杂书。别愣着，摘叶子，老叶不要，烂叶不要，带虫眼的不要，毕竟这些是要用来卖的。妹妹，我们真的能卖出去吗？哥，你就等着看吧。母亲，给我几条手帕，我想用这些草做香囊。做香囊？娘，这些草能驱虫，缓解湿热带来的头闷胸堵。大雍县这地方湿气重，先用着，
今晚能舒服些。母亲，您的手真巧，几块旧料子也能做得如此好看。幸好以前学的东西能用得上。母亲，您要不带着先试一下？新兰，你这法子真的有用。这些都是小意思啦。这屋子里是什么味儿？生意上门了。大人，这是我们自制的香囊，可以驱虫避湿。还有没有？有倒是有，只是我们一路流放，布料不多，草也要现采现配。多少钱？2文一个，东西确实没做几个，得紧着家里人用。给我来2个。几把野草居然能卖4文！新兰，我们赚钱了！没想到这些草能这么值钱。哥，你说话严谨一点，这不是草，这是大庸县文创特产。这点钱甚至不够一家人吃几顿饱饭，可它能让沈家人知道，大庸县绝非绝境，我们能活。大家今晚加把劲儿，做更多的香囊，卖更多的钱。沈小姐，香囊卖光了。卖完了。那就准备一下吧，今天中午就要到桑植村。等到了桑植村，把你们交给村长，我们就离开这个鬼地方。你是桑植村的村长？正是，这些都是流放到大庸的罪犯，你看着安置就行。这不就是今早卖香囊的姑娘吗？小姑娘，今早你是不是在前头驿站摆卖过香囊？正是我，您是早上来看香囊的老人家。那你对武陵山的草木可有几分了解？略知一二。那敢随我去山坳里走一趟，瞧瞧吗？看什么？那里有片林子，年年结果，年年烂在地上，瘴气重，路也难走，村里没人敢久待。或许你有些派门道。对啊，山上常年环绕着瘴气，这时候山上能吃的果子可太多了。去，当然去。哥，你不用这么紧张。我答应过爹娘，要护好你。那你记得小心脚下。没事儿，员工新手期允许失误。什么期？没什么。沈姑娘倒是不怕，继续走吧，还有些许路程。为了还村长房子的恩情，这件事我一定要办好。村里的公房多年没人住，虽然旧了些，但是也勉强能住人。虽然烂了一点，可修一下也是能住人的。多谢村长。那我就不打扰了。爹娘哥，你们相信我，我一定让大家住上好房子。看来明天一定要把山果的事儿办妥了。空气中潮湿，腐叶，草木馨香，有瘴气但不算重，更像是山坳排水不好，湿热积久，再加上腐叶发酵形成的闷浊气。吓人是真吓人，但要说完全不能治理，那就是纯属没开发经验。就在那里。这到底是什么福地呀？新兰，你怎么能乱吃东西？让哥看看有没有事儿。沈姑娘是个识货的，这是山中野柿，甜度远超家种，只是鲜果不耐存放，难以运去县城。再加上山林瘴气重，村民都不愿进山采摘。这片果林能救桑植村。沈姑娘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真的。野葡萄能酿酒，晒葡萄干；野柿子和猕猴桃能做成干果，存放数月都不会坏。果干能卖出去吗？哥，我记得京中妇人就喜欢用稀奇玩意儿养生，尤其是山里的野货，他们会觉得比人种的东西更有营养。
若真能卖钱，村里人也能跟着卖。当然，我出法子，沈家收果，村里人采果送来，我们按斤给钱。若是这事儿能成，桑簇村记姑娘大恩。村长不必如此，老百姓一起发财才是真的发财，也是实话。我一个流放罪女，单打独斗很难站稳，我需要人手，需要口碑，需要本地村民站在我这边。桑植村缺钱，我缺地头蛇，这叫什么？双向奔赴。娘，我想将这些果子卖给富人。新兰，若是卖给贵人，果子不光要好吃，还需好看、干净、体面。不愧是我娘，这商业嗅觉，品相不错，明日就拿去县城售卖。哪来的穷酸鬼？这样的穷酸货也能拿到醉云楼来卖？你，这东西，你还有多少？掌柜方才不是说大庸县山货不配进醉云楼吗？姑娘听错了，我说的是，大庸县山货若都像这个，那必须进醉云楼。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在大庸县抢我的饭碗？原来是刚流放来的沈家罪钻。这大庸县的果子生意，什么时候轮到外来的罪犯插手了？新手村第一个小官刷新了。黄三爷，您今日怎么来了？山上的果子又不是你家的。哼，外乡人懂什么？大庸县的果子向来由我黄家收。我倒是听懂了，他习惯性低价垄断，村民卖不出去，他压价收。现在我做果干卖到9楼，他急了。那黄三爷打算多少钱收？5文，我收了。5文？你怎么不去抢？沈家最炫，也敢跟我讨价还价。钱掌柜，你若敢收他的货，往后我黄家一颗鲜果也不供你。算了，既然这个渠道不收，那就换一个渠道。钱掌柜，既然您不方便收，那我们便不打扰了。新兰，就这么算了？当然不算。那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到了。药铺。掌柜可要柿饼？这柿饼虽是野果制成，却甜润干净，若再烘得透些，可如药桂。掌柜若愿收，我下批会按药铺规矩做得更干更净，分级装好。你倒是懂行。不懂行的人做不长久。心安，还剩一些，是要带回去吗？不，我们再换个地方。你为什么带我来这儿？哥，你拿着这几包在门口试吃。新兰，这事哥干不来。哥，脸面不能当饭吃，但果干能。你长得好看，就有种代言人招牌的样子，特别容易吸引顾客。来啊，都来看看山野葡萄干、高山油板栗、古法柿饼，今日试尝，不好吃不要钱。来试试，不好吃不要钱。这味道好吃，给我各来2包，不，各来5包，也给我各来3包。老板，刚刚我的伙计买了几包，味道都很不错。这种果干还有多少？我全要了。大生意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你都要了，我们这些人买什么？谁先付钱，谁拿下。好啦好啦，和气生财。我们村里还有不少货，您若是有意，不妨留下地址，到时我直接给您送货上门。行吧。您这边有什么要求？要和今天卖的品质一样。西兰，在这里卖，比在药铺卖的还多。这叫打开下沉市场。啊？什么市场？就是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。这是全部卖完了？村长，我这里有个好买卖，想和村里人一起做。好好，我这就召集大伙儿，你和大家好好说说。大伙儿安静，听沈姑娘说。沈家愿意以7文1斤收大家手上的山果。7文，比黄三爷从前给的价还要高3成。沈姑娘，你真给这个价？真给，现钱结算，不拖不欠。那好，我今天就带着我家媳妇儿上山去。沈姑娘，你这是要跟黄三爷对上了？不是我要跟他对上，
是他挡我财路，挡人财路，如耽误全村吃饭，差点说顺嘴了。村长，我想搭一个晒场，需要建一个屋子放果干，还要一些簸箕和离地双层竹晒架。我等下叫2个最好的工匠。谢谢村长。沈姑娘，你看咱搭的屋子咋样？满意。明天就可以把鲜果送进去晒了。我的晒场怎么会无缘无故着火呢？沈家娘子，刚我们救火的人看到这个人不仅不救火，还在旁边用衣服扇风。说，证据都快怼脸上了。黄三爷这人办事主打一个不太聪明。既然不愿说，明天就把你们送到府衙。送就送，谁怕谁？反正县令大人是我们三爷的姐夫。原来不是小怪，是连着副本 BOSS 的，那就更好，打一个也是打，打一串更省事。星兰，若那县令真是黄三爷的姐夫，恐怕那他一定会护短。娘，别怕，护短好啊，不护短，我还不好把事情闹大。三爷救命！2个不懂事的下人，许是夜里走错了路，惊扰了沈姑娘。带着油棺和火烛也能走错路？大庸县夜师带火折子防身，有什么奇怪？这张嘴不去说，可惜了。堂下何人？罪名沈新兰，状告皇家家仆夜入我家晒场，意图纵火毁物。大胆！你依流放罪卷，初到桑枝便扰乱地方，竟还敢污蔑本县良民！人是我们当场抓住的，可有人证？我等都可以作证。姐夫，哦不，大人，沈家近来私采武陵山果子，私设晒场，扰乱商价。依我看，倒该先查查他。沈新兰，你可知武陵山乃官府辖地？你私采山果，私自售卖，可曾向县衙报备？回大人，武陵山南澳果林多年无人采管，桑稚村民皆可作证。民女收果时按斤付钱，所有银钱皆有账册。至于报备，民女初来桑植，不懂本地规矩。哼，不懂规矩便是罪。既然大人说武陵山是官府辖地，那民女愿意补交税银。这是民女这几日收果、制果、卖果的全部账目，所得不多，但愿按律纳税。这账未免太清楚了些，居然挑不出一点错处。县令，我有一事不解。何事？若武陵山果林属官府，收益便该归公。村民称山果常年烂于山中，皇家却垄断收果。民女斗胆可问大人：武陵山果林到底是官府管辖，还是皇家私占？若是官府管着，为何任由山果腐烂，百姓贫困？若是皇家管着，可有契书？可曾纳税？皇家低价收果多年，账册何在？税银又在何处？放肆！罪卷之女也敢质问本官？民女不敢，还望大人明示。武陵山果林从今往后归县衙征税，皇家不得私收私占，也请大人一并追查过去3年皇家收果账目，以免关税流失。你一派胡言！来人，把这个妖言惑众的罪女！慢着！下官见过世子。萧世子，镇南王世子萧景恒。我跟你说，我昨天在醉云楼看到一个大人物。大人物？大人物能来咱这个地方？那人穿着料子，身上带着配饰，还有气质，看着就不凡。那位贵人出手阔绰，一出手就是3两。贵人，我倒要好好打听一下，说不定有用。哥，你记得将信封交给钱掌柜，就让火烧得更燃一些吧。刚才的话是你说的？是。一个流放罪女，懂山货，懂契细书，懂账册，还敢当堂问县令税银去向。沈西兰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想活，顺便搞点钱。有意思，把账拿上来。沈新兰，这些都是你做的？正是臣女。我且问你，为何人工费记了村民名字？为防日后纠纷，
谁采了多少果，谁剥了多少斤，谁领了多少钱，都有手印。日后若有人说沈家压价、短银、私吞，也有账可查。你倒防得周全。不周全不行，我们是流放罪卷，别人犯一点错是疏忽，我们犯一点错是把柄。杜大人，这账可有问题？暂未看出。皇家纵火之事呢？此事尚需细查。那便细查吧。皇家下人暂押现牢，皇家近3年果税、山货账册一并送到本世子住处。世子，这只是下人瞎胡闹，何止牵扯到？你若账目清白，怕什么？把这纵火犯关进大牢！不要！救救我！不愧是高县 NPC， 一句顶我10句。沈新兰，世子还有什么吩咐？你真只是想活，顺便发财？不然呢？一个被流放的罪臣之家，短短几日聚拢村民，打通商路，还敢当堂逼问县令，提前把信放在醉云楼，引我来此。沈新兰，你若说只是糊口，本世子不信。世子，我们沈家已经跌到谷底了，想活下去，就得有人愿意帮我们。村民愿意帮我们，是因为我们收果子价格公道；商队愿意买我们的货，是因为货能赚钱。我爹愿意重新拿起笔，是因为他发现自己还不是废人。至于我，所求只想让沈家人能在大庸县活下去，活得比那些想看我们死的人好。沈新兰，你觉得沈怀章的案子冤吗？萧景恒为什么来武陵？肯定有目的的。又说起父亲的事情，难道是来查武陵赈灾与开荒的账？我记得父亲的罪名就是贪赃武陵的赈灾银。世子，我父亲是清白的，但清白不能靠嘴说，得靠账。你还想翻案？想，但饭要一口一口吃，账要一页一页查。眼下我们连房子都漏雨，还是得先赚钱，先活命。你倒是清醒，这是临时通行文书，准你在大幽县内收购山货，进出驿站、药铺、商铺，为期3个月。天哪，这不就是官方认证体验卡吗？多谢世子。不必谢得太早，3个月后，若你扰乱地方，拒生事，本世子照样拿你问罪。若你真能让桑植村多一条活路，本世子会再给你一条路。3个月的适应期足够了，有了这张文书，小怪直接回避。新兰，你说，我们是不是以后就有靠山了？不是靠山，我们只是各取对方利益的合作方，这比靠山靠谱多了。还是我妹厉害，啥都懂。哎呦，有谁打我？哥，没人，是茶油果。沈良真的是见多识广，连我们本地山茶果都认识。妹妹，你看看我的头是不是肿起来了？不是。沈家公子，好福气呀！我这被砸了还有福气？村长别安慰我了。武陵山漫山遍野都长着山茶树，年年都会结满沙茶果。本地都说武陵山山神最偏爱山茶树。沈公子，你想想，若是被山神所眷顾的沙茶果砸中，这不就等同于得了山神赐福吗？那可不，妹妹，你听到了没？山茶果榨出的茶油不仅能作为高端食用油售卖，还可以润肤护发。难以想象山茶油能卖得有多好。妹啊，你别吓哥。哥，我们要发财了。姑娘，难道又有妙招了？没错，村长，我有办法将这些果子榨成油。油？这果子居然能做成油？村长，我想请人帮我摘茶果，1天50文，先要300斤，还有要5个人帮忙。300斤？哥，做事业胆子要大。可咱们的钱袋子不大呀，晒场还被烧了。那确实哈，不过我有办法。村长，除了油放，我还想商量一下，先付工人50%的工钱，等山茶油卖了，若卖不出去，亏的也是沈家的。我看不行，这对你家也太不公平了。第一回，总要让大家安心。村里闲置旧油坊空了许久，器械齐全，索性无偿交由你使用，能省下一大笔置办开销。多谢村长，这可是油啊，在这个时代就是硬通货，亏是不可能亏的。新兰，我现在觉得我不像读书人。你现在像未来武陵山茶油第1掌柜。妹妹，我又来劲儿了。很好，员工激励成功，才开始出油就这么香了。大伙儿加油干，到时候分大伙儿一些，尝尝鲜。
妹妹，这茶油炒出来的菜真的好香啊！刚下锅，我的口水就要流出来。炒出来的菜一定十分好吃。那当然，也不看看是谁研制的。新兰，好香啊！好吃，这味道居然比城里大酒楼的菜油都香。没想到这味道如此好吃，此物若能量产，利润不低。不仅能食用，还可做护肤护发油，反正稳赚不亏。你这都想好了？从看见山茶果那一刻就想好了。难怪当时你看着果子莫名其妙傻笑。哥，我错了。那妹妹，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？送礼。二位这次是来吃饭，还是带了果干？上次果干实在是美味，如今皇家被查，这次一定要买些回来。是什么东西？怎么这么香？油，我从未闻到如此好闻的味道。小姑娘，你这个怎么卖？去，这位沈姑娘是特意过来卖给我的，都不许和我抢。沈姑娘，这油你卖多少钱？钱掌柜，这一小坛油是我送你的，如果好吃的话，我那里还有。送给我的？你将这个交给后厨，叫后厨优先用这个油炒几盘招牌菜，我要款待一下两位。明明是同样的厨子，同样的菜，居然因为加了这油，菜变得如此美味。沈姑娘，你说个价格，你手上有多少，我全都要。100文一斤。贵了些。但是钱掌柜刚刚吃了，不是觉得也物有所值吗？在大庸县，只有我能做得出来。好，剩下的油我都买了。新兰，咱们要不要送些山茶油给世子殿下？那你可知世子殿下如今身在何处？咱们寻不到人，但钱掌柜知道，只要油品上整，他定会进献给世子。世子爷，这位沈姑娘还真是神人，这油又是新样式，比寻常的油好吃数倍。钱掌柜这么说，我倒是要好好尝尝。这些油还有吗？还有，备上等礼盒妥善封装，送数坛回萧府。燕青，你去请一请沈姑娘。是。沈姑娘，世子有请。世子是不是觉得我们私自制油有问题？也可能是觉得油好吃。你能不能有点危机感？有啊，所以我今天多带了2罐油。天哪，小桥绿树，这后院也太美了吧！是啊，这醉云楼的后院真是别有洞天啊！世子，这是山茶油。这也是你在书上学的？世子英明。京城来信。怎么了？沈月娇得知沈家在大庸县卖果干，已经派人往大庸县来了。岂有此理！怕了？没有，只是有点感动。感动？我正愁油腹扩建，缺钱缺人缺热度，他就来送流量了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想搞垮我的生意，做梦！这地方也能住人？很好，反派派来的打工人，出场自带嫌弃 buff。奉县衙令，沈家私占武陵山，私设晒场，扰乱地方经营，即刻查封。敢问几位大人，查封依据何在？沈新兰，你一个流放罪眷，哪来这么多废话？武陵山是官山，你们私采山果，还用干果牟利，按律就该查封。原来如此。妹妹这样过分礼貌，这些人要倒霉了。别故弄玄虚了，即日起晒场查封。第一份文书，世子亲批临时通行文书，可在大庸县内收购货往来商铺。这第2份书呢，武陵山多年荒废，沈家已递交开荒申请，并有县衙收声张印。至于第3份文书，我与桑利村民是自愿雇佣，这上面有手验押、现钱结算，契书为证。这上面真有印章？有章印又如何？县辖衙尚未正式批复，便不能擅自开荒。就等你这句话。说得好，既然武陵山确为官山，那民女便有一事不明。
这人反应怎么和我想的不一样？朝廷3年前曾拨下大庸县开荒补银，桑柱村也在名单之内。既然武陵山是官山，县衙为何多年不修路、不清章、不登记果林？若县衙管了，账呢？若县衙没管，那这笔开荒补银去了何里？你一个罪女，怎敢妄议朝廷补银？我可不敢妄议，我只是想按律纳税，合法开荒。可大人们一会儿说这山没人管，一会儿又说这是官山，民女实在不懂，所以只好请世子来判一判了。哼！哎呦，这就被吓到了，一看就心里有鬼。怎么回事？回世子，县衙说沈司占官山私设晒场，要查封，民女不懂，只好请世子明断。世子，沈家罪眷胆大妄为，确实。本世子问你了吗？这嘴替质量不错。县衙收了开荒申请，为何迟迟不批？大庸县3年前开荒补银账册何在？终于问到核心了，查封沈家。行啊，先把你们自己的账摊开。去县衙封账房，大庸县近5年开荒山林税粮账册全部带走。此事是否太过？本世子奉旨巡查大庸县，你再教本世子办事。完了。这字迹，当年诬我贪墨的伪账，也是这样的笔迹。沈月娇派人来封山，本来是想断我的财路，结果一脚踢翻了大庸县旧账，还把我爹冤案的线头踢出来了。好家伙，这哪是反派，这简直是剧情推进器。沈姑娘，我儿子今天在县城看到杜县令被抓走了，武陵山以后还会被收回去吗？大庸县武陵山南澳百张山，暂批沈家与桑植村共同开荒3年，山国所得按税纳银，不得强买，不得私占，不得欺民。官方地契，不是官方开荒权。沈月妖啊沈月妖，你想封我的山，结果朝廷亲手把山送到了我手里，这波属于什么？敌方辅助开大，乃满全队。多谢世子。别谢太早，大庸县只是县头。伪账笔迹相同，京中有人遥控。本世子还查到，沈家当年赈灾银案与大庸县开荒补银案背后或许是同一批人。原来我的流放地不只是金山，还是翻案的入口。对啊，我怎么忘了？这个朝代马上就要乱了，沈家被贬只是开脱。西河32年年底，大旱，饿殍遍野。爹娘哥哥，我打算种粮，不是一时兴起。我想明白了，要站稳，得先有粮、果干。山茶油虽能盈利，但乱世灾年，唯有存粮才能安身。如今父亲冤案已有线索，只做小买卖难入朝廷眼，必须立下实境，让大庸增产。乱世将至，为翻案，粮食之事势在必行。要先修渠，在山涧修堤坝引山泉，顺着油茶坡分出2条水渠，主渠顺着山坡走，浇灌半山腰的梯田，支渠排干低洼地里积水，把田埂加高夯实，每段田地都装木闸门，方便控水。再选一片田是早稻和晚稻轮种。新兰，你是我教过最好的学生。谢谢教授。伸手。教授，这是什么？我见过好多好苗子，最后都离开了地。稻谷种子。新兰，我希望我把这一捧种子交给你，希望能坚持初心，永远奋斗在田地之上，守住粮食红线。这是我穿来唯一带来的东西，也是我存在这个世界的唯一证明。就让这份证明种满整个武陵境内。现在1亩田收成多少？年长好，也就1锄出头。若是把水妥当，1年种早晚2季稻，就算每期每亩只多收3斗，10亩地能多多少？
一户多3斗，10户便是30斗，全村加起来能多收300斗米。真遇上灾荒年，咱们还有什么好怕的？沈姑娘，你说咋挖，我们就咋挖。对，都听沈姑娘的。这段渠别挖直，要留出弯道，水口千万不能封死，洼地得留排水通路，田当再挑半尺就半尺。修渠垦田不是做做样子，每一处都是实打实的苦差事。唉，新兰，我现在才明白，读书原来轻松那么多。恭喜你，总算体会到读书人下地劳作的苦头了。那你怎么还这么精神？因为我站在边上指挥。这些也是在书上看的。杂书。你家的杂书倒是什么都写，留20人帮忙修渠。世子不怕我聚众生事。你若聚众种田，本世子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这水终于听人话了。大家听我说，种田也是有门道的，分别为浸种、催芽、育秧、插秧。沈姑娘，种个稻子还分那么多步骤啊？麻烦一时，多吃1年。各位如果还有什么不懂的，可以再来问我。大家可以去干活了，散了。梯田的稻穗颗颗饱满，不错，今年一定有好收成。沈家与桑池村日渐兴旺，果干、油坊都卖得极好，客商络绎不绝。沈家身为罪臣，不得离县，可沈家的商品被商人带往大江南北。父亲擅长记账，便打理各家账目。深夜时独自梳理赈灾旧案。我知道，他一直想昭雪。足足比去年多了1倍，特别是沈家那块地的产量，足足是其他田的2倍。沈家丫头，我替桑植村谢谢你呀！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这一块块梯田都是大伙儿用血汗干起来的。接到你收稻茬的消息有点晚，看来都差不多割完了。这么多，这才哪到哪儿，等晚稻收了才算真正开始。过了夏天还是那么热，糟糕，心怎么跳得那么快？不行，男人只会影响我建账的速度。死手，怎么不自觉的就上手了？世子，我想请你帮我做一件事，我想从外县粮食铺收一些粮食。世子，急报！世子，大事不好！上游连日暴雨，南边3县受江江进水，粮价已经涨了3倍。咋咱刚收的粮？若高价售粮虽能获利，可粮价失衡必生乱世，战火四起，百姓流离，沈家桑一村都难保全，父亲冤案更无从招辩。开仓，平价往外售卖，不卖，先救人。新兰，你可要想清楚，咱们辛苦几个月才攒下的粮，若按现在的粮价卖出去，沈家能赚一大笔。我不是不想救人，我只是……我知道，你只是怕一家人又饿回去。我希望世子能给我一个机会。说，粮仓放出1半粮食，留足村里口粮与种粮，余粮不抬价，分2路，一处平价售灾民，一处交由世子调往南边3县。所有粮食出入一律登记造册。你想留功劳？不止功劳，还有要账。父亲当年因赈灾银蒙冤，此次救灾账目必须一清二楚，领粮、售价、去向、经手人全部登记。我要让朝廷知晓，沈家分文不贪，赈灾处置远胜贪官。你知道这么做会得罪粮商吗？世子，沈家现在得罪的人还少吗？听着像不惯子破摔。这叫战略性放弃短期利润，换取长期政治信用。
别跪，吃饱了，活下去比什么都强。只希望这场灾祸快点结束。沈姑娘，你这样卖粮，坏规矩了。灾年平价卖粮，坏什么规矩？粮价是市价，大家都涨，你不涨，叫搅行。我搅行？你们囤粮不卖，等灾民饿极了再涨价，那你这又叫什么？沈姑娘慎言。是你慎行才对。我这边每一粒粮都记账，卖多少送多少，价格多少都清清楚楚。你们若觉得我坏了规矩，不如咱们一起把粮仓当账册交给世子看看。沈姑娘，没必要伤了和气，我这就走。果然，敢囤粮哄价的人，账一般都不太轻看。晚了。奉世子令，查验大庸县粮商囤粮账目。南边3县水患，至今竟无可行之策。镇南王世子上奏，南边3县灾情已平复。沈怀章之女沈新兰主动开仓放粮，粮食及时运抵，2处灾民安置点才得以安定。好，沈怀章有女如此。沈怀章身带罪身，其女却心怀大义，开仓灾稳住南边3县灾情。沈家此举实属安民大功。父皇沈家刻意平价放粮，收买灾民人心，借救灾博雕美名，暗中图谋为沈怀章翻案，居心叵测。二皇子现在倒是有话说了。既然沈家女立下大功，传朕旨意，沈家罪责功过相抵，封沈新兰为劝农使，即可进京听封。不可，父皇哪有女子当官的，还是个罪臣之女，请皇上三思啊！这件事谁要是有异议，朕就将他下放到武陵种地去。殿下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还有脸笑？沈新兰赈灾有功，皇上封沈新兰劝农使，即日回京。怎么可能？沈新兰这个贱人！沈月娇，连沈家这桩麻烦你都处置不妥，反而给他们翻身的机会。你说说，沈月娇，你是不是废物？沈新兰，你就该烂死大庸县，永远翻不了身。去，给我再找几个人过来。我要将所有的东西都夺回。沈家赈灾事传朝堂，有人赞沈家救灾有功，亦有人指责沈家沽名调御，图谋翻案。看来他们已经急了，只要他们急，就说明我们打到痛处了。爹娘，妹妹，信中另有喜讯，陛下册封妹妹为劝农使，沈家罪责尽数赦免。待圣旨抵达，咱们便可随传旨使臣一同回京了。终于能回京了。今日总算是盼来一些转机，新兰，你做得很好。父亲，你放心，只要回京，就不愁找不到沈月娇他们栽赃的证据。陛下，当年朝廷判沈家贪墨，唯一凭据便是涉案公款账目，账目中所有往来皆由沈怀章经手，落款也全是他的签字，凭此便定了沈家罪名。你认为沈家贪赃另有隐情？臣于武陵得沈怀章私账，与罪账笔迹不符，当年证人亦全数失踪，沈家旧案疑点重重。派你去查赈灾银丢失案是正确的，当年朕也觉得疑点重重，此案交由你彻查，无论牵扯何人，不必顾忌，查清真相，如实回朕。你是？可是沈怀章之女沈新兰，沈怀章之女沈新兰主动开仓放粮，救济百姓，沈家功过相抵，即日进京。沈姑娘，你还回来吗？当然回来，我的山还在这儿呢，还有油房、粮仓，全都是我的。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土匪了。我不是土匪，是东家。妹妹，你总算回来了。我日日求贵妃，今日才如愿。二小姐真是有心，处处惦记沈家。难得，换别人早躲开了。沈家背着贪墨大罪，能回京全靠二小姐，往后都得捧着她。你倒是能耐，还敢说是贵妃救我们？我问你，我们能回京，是我在武陵改良农田，赈济数万灾民，凭事迹得陛下恩准，你日日入宫只知哭诉，半点不曾踏过灾区。若无百姓安稳的功绩，单凭你几句求情，陛下会松口？也敢把爬人拼死换了功顶，全算在自己头上。沈姑娘说得好。沈姑娘，皇上有请。劳公公引路。
民女沈心兰参见陛下。你献上的山茶油温润适口，朕每餐都能多用2碗。武陵赈灾，安抚流民，你的功绩朕都记着。为国尽责是每个百姓应该做的。说得好，沈心兰，朕设全国劝农使之位，由你主事，革新天下农作，你可愿？草民。父皇，儿臣还是觉得农耕乃国本，岂是龟蛇女子能执掌？沈氏出身获罪之家，恐难服天下官吏。殿下多虑，民女改良良种，凭的是田间实干，并非坑谈。臣女甘愿效力。陛下，请看此道，它连年择优繁育，不同于普通岛脊残弱低产，亦无需旁门艺术，耐旱耐涝，一亩可比长稻多收3成。寻常谷种收人全靠天时，此道能稳稳填饱百姓粮仓。一派虚言，从古至今未有这般高产谷物。殿下若不信，可择田地试种，秋收便知真假。此道若传遍全国，根除积灾，功在千秋。来人，赐沈心兰珍宝10箱，从前沈家抄没田产财物尽数归还。谢陛下圣恩。爹娘，哥哥，我回来了。该死，本来想等沈心兰的坏消息，没想到皇上赐了她那么多东西。沈月娇，你怎么还在？不回你的二皇子府做你的侧妃？妹妹，沈月娇脸皮太厚了，我和爹娘好说歹说，她都不走。不走好啊，那就留下东西再走。公公，你今天可以少跑一趟。沈家除了充公的财产，其他在二皇子这位侧妃的。你胡说！皇子侧妃，陛下特地命我督办此事，无论何人，但凡侵占沈家财物，都需原数归还。倘若您执意不肯归还，卑职只能如实回禀陛下，请圣公裁决。可是妹妹，你也知道，我拿不出那么多钱，我一人独自在京城，人财往来都需要打点，沈家那些钱早就用光了。我妹和我娘的嫁妆你全都花光了？我有账，到时候清点一下，拿了什么就还什么。听到了吗？你还不走？等着我请你吃饭啊！哎呦，这还没到过年的时候就行此大礼。哥，我觉得沈月娇不对劲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沈府80%的家底儿，他却说自己花光了。可能不想给你。皇上下旨，他不敢不从，所以还有一种可能，钱真的用完了。沈府现在真是热闹。我得到消息，沈月娇准备在贵妃寿宴献上梅茶，谎称是她商号的自产。这个小偷，这梅茶是妹妹回京后苦心研制的，凭什么被他占为己有？哥，不必担忧。为何？梅茶是我未上市的新品，他拿不到完整配方。前段时间油房失窃丢了半成品，想来就是沈月娇做的手脚。所以当初失窃，你并未追走。你是故意放任他偷走半成品？谈不上故意，只是配方本就不完善，反倒被他私自带去京城了。那他寿宴上必定当场露馅。是他自己非要出风头，我不过成全他，给他一个当众展示的机会。哦，妹妹，我才发现你记仇得很。我只是售后服务到位，但凡偷我东西的人，我都会让他当众难堪。沈心兰居然拿皇上压我，我可是未来做贵妃甚至皇后的人，他怎么敢的？侧妃，咱偷的梅茶不是还没用吗？对呀，只要我在宴会上将梅茶送上去，梅茶就是属于我沈月娇的了。不过那群废物还没研究出沈心兰的梅茶是怎么做的。这还不简单，等梅茶名声打出去，以其他茶代替，赚一波快钱，还能打砸沈心兰和梅茶的招牌。此法甚好，这个是赏你的。谢主子。一团乱账。贵妃寿宴的邀请函，妹妹，你想去看看吗？不去。哥，你帮我回绝一下，顺带将家里带来的山茶油挑2坛送过去。可沈月娇都要在贵妃寿宴上冒领你的东西了，所以才不回。我若去，她还能哭，说我嫉妒她，故意攀咬。我不去，让梅茶自己说话。心兰的意思是，好东西不必炒，贵人用了自然知道真假。沈月娇偷的是失败品，刚喝的时候是正常的，时间久了味道十分苦涩。人呐，不能太爱表现。你这语气不像叹气，像等着看热闹。不是看热闹，是验收反派作死成果。贵妃娘娘，
小女商号自大庸县寻得好物，名唤梅茶，特来进献，每日喝可清喉润肺。好雅致的香气，不愧是大庸珍品。将这壶茶分给在场的女眷，尝尝鲜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嘴里都是苦味，喉咙也不舒服？娘娘，我也是。梅茶是梅茶，喝过后就变成这样了。兴许是宴席上的其他菜和梅茶相克了，才变了味道。太后听闻贵妃此处有梅茶，恰好宫中也得一盒，遣奴婢送来共尝。我的嘴居然不苦了，喉咙也舒服不少。此茶出自何处？大庸县桑植村沈新兰亲自研制，沈姑娘一并送来作坊账册，备案配方，另有一纸说明。沈家桑植梅茶，此前失窃一包失败品梅茶，味道苦涩伤喉。若有人将失败品冒充成品，还望宫中谨慎甄辩。皇上到！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什么，臣沈月娇拿赝品意图谋害贵妃娘娘。皇上，没那么严重。来人，将沈月娇押下去，关入刑部大牢。爱妃心肠太软，太过宽纵下人，今日若不严惩，来日还会生出更大祸事。二皇子绝不会抛下我。新兰，是你蓄意算计我，我要见陛下，我要见二皇子。这些贪腐账册，你敢不认？还盼着二皇子救你，他自身难保，最先舍弃的就是你。胡说，你只是吓我。你入狱至今，他那辣另立旁人相伴，半分探望都没有，念你是堂姐。我今日来是给你生路，他若败，你一同败；他若成事，你也只是枚棋子，终生困死大牢。我若招供，你能保我活命？可以，但你必须全盘如实交代。他竟私养私兵，此事你也知晓。是我私下偷听得来，妹妹，你务必救我出去。此人鬼鬼祟祟，属下将他拿下。何人派你来？我奉二皇子之命，前来营救侧妃。沈新兰，你故意骗我。兵不厌诈罢了。有事启奏，无事便可退朝。臣有本上奏，弹劾二皇子贪没赈灾银两，私下豢养私兵。父皇，切莫听信萧景亨一派胡言。萧景亨，人人皆知你与沈家交好，你分明是为帮沈家翻案，刻意构陷皇子。二殿下，若无十足证据，臣不敢贸然上奏。昨夜臣已带人突袭京郊私兵据点，全数拿获。殿下事前毫不知情，便是佐证。呈上来证据。就算据点属实，凭何断定私兵是我所养？殿下侧妃沈月娇已亲笔供认，卷宗内有他供词。他根本不可能知晓此事，你在撒谎！你当真让朕失望？今日朕身心俱疲，此事容朕三思，暂且退朝。我哥方才做的。沈公子竟会做点心？流放时学的，起初味道很差，如今手艺倒是练出来了。朝堂那边案子进展如何？二皇子已收押大牢，陛下心中尚存恻隐。陛下要召见我与父亲。娘，没事，你先回去等我们消息。没事的，哥，你要照顾好娘，你也别担心，我们不会有事的。爹，相信女儿。武陵我们都走过来了，还有啥好怕的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昔年南境赈灾银一案整予重审，二皇子侵吞赈济钱粮，沈月娇及其母族与之勾结，罗织罪名构陷忠良。沈怀章一身清白，冤屈得雪，归还沈府爵位，钦此。臣谢主隆恩。起来吧。这份清白，我们等得太久。沈新兰，一切都是因为你，我才变得如此不幸。堂姐，是我让失败品的梅茶到你手上的，还是我让你在贵妃寿宴上吹嘘的？亦或者是我让你贪赃赈灾银的？是你，都是你！若不是你，我也不会走到这一步。若不是你，沈家早就死在那个鬼地方了。
是啊，你以为武陵是死地，瘴气会要我的命，荒山会饿死沈家？可惜了，你把我推下去的地方不是深渊，是金矿。没有你，我还不知道武陵那么好中。你这个贱人居然背叛我！二皇子，殊死！你居然当朝杀人，你简直疯了！我是疯了。对了，还有你沈心兰，如果不是你，知道我坐在那个位置，这件事都翻不出来。念吧。沈家救灾安民、开荒拓土有功，今赐3桩恩典：其一，武陵山南澳永久开垦权；其二，大庸码头交由沈家商行承运山货，3年免州杂税；其三，武陵山茶油果干纳入官方采买名录。好家伙，官方扶持到账，这波血赚！沈大人精通钱粮术务，今沉冤昭雪，恳请陛下令其复归户部，辅主朝堂打理天下粮狱。沈卿意下如何？臣历经此劫，方知民生之艰。臣愿回武陵督办开荒水利，替朝廷守好武陵粮仓。准了。很好，我爹也想明白了，京城是权力场，武陵才是基本盘。世子来送行？不是，武陵3条商道通行令，武陵新码头批文，还有一枚可调后位的镇南王府令牌。世子这是做什么？求亲。别人求亲送金银首饰，你送商道码头？你喜欢金银？自然也喜欢。往后商道所有收益，尽属归你。世子此举究竟是想娶我，还是入股我的生意？都行，我人归你，商路也归你。你可知，陛下已收我劝农使之职，令我利虑天下，传授农耕教赞之术。知晓。你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妹妹去哪儿，我便跟去哪儿。沈公子不如留在京城潜心备考科举。世子，你那点心思我早就瞧明白了。好了，兄长，我知晓你一心求取功名，待我走遍四方，教百姓垦田种粮，自然会回来看你。好，等我考中，我就来找你。昔日一心想为沈家洗刷冤屈，盼武陵山乡百姓安居乐业。如今前路万里良田可复，身边亦有知己相伴，此生再无遗憾。